迎回来，新闻大白话。一夕之间，以色列风云变色。我们看到呢，是以色列跟这个以巴呢互相来对轰哦。在最新呢，是有哈马斯的5000火箭突袭以色列哦。在这个军事指挥官呢，他就宣布说展开所谓的阿克萨风暴行动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呢，就是在7号的时候哦，这天才刚亮哦。那么呢，就是有20分钟发射了超过5000枚的火箭弹。那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说，火箭弹呢空袭加塞地带哦，也可以看到一些火箭啊，听到这样呼啸而过的声音，甚至你看这画面距离其实真的相当近，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了。那甚至远到说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也响起了空袭的警报。好，那现在呢就说呼吁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哦，他们要加入，号称这场是最伟大的战役，要终止地球最后一场占领哦，就可以看到这些空袭警报。那除此之外呢，哈马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透过陆海空的方式分别潜入，而且这个成员啊还使用了滑翔伞来入侵。那也可以看到说呢，其实以色列哦，在这个梅卡瓦主力战车呢，也遭到无人机一发摧毁哦，所以这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了。看到就是我们画面上呢，有这个炮火非常的猛烈哦。那当然就是这个梅卡瓦的主力战车呢，它被摧毁的瞬间的状况哦，就可以想见说这一次的整个呢冲突是等于是已经宣战了。那以色列当局就说，这确实哦，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状况，所以境内至少有300个人是死亡的，而且呢，哈马斯哦还俘虏了53个人，其中包含1名的少将。以色列的军方也已经证实了，说有士兵、平民被绑架。那这个人呢，就是以色列的高级军官呢，加萨师前指挥官阿洛尼哦，他是被抓到了。那他目前呢，也担任纵深部队的指挥官，任务呢就是要利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深入敌方来作战。这等于是哈马斯他们捕获了一条大鱼。那以色列现在也要反击哦，说是启动了这个铁剑行动哦，数十架的战机空袭了加萨走廊，而且以色列总理呢纳塔雅胡他就说要将为这个黑暗的日子来采取强而有力的报复。这报复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他们也派遣了数十架的战机哦，就是画面上看到的，也空袭了哈马斯。他们是朝着加萨投射超过16吨的弹药，这数字蛮多的，而且也摧毁了哈马斯17座的军事基地。另外呢，是有这个4个总部哦，甚至是就连呢战机的轰炸镜头呢，现在也是曝光了。就是现在以色列他们也开始做了反击。另外还有个更惊险的瞬间哦，是在巴勒斯坦哦，有一栋大楼，它瞬间呢就倒塌了。那就是看到画面上哦，也是因为呢这个战火之下呢，所以呢在这一栋大楼呢瞬间呢就倒下来了。那这是以色列此次的反击呢，也说造成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是因此死亡的。所以看到这个战火的无情哦，看到这瞬间真的蛮惊人的。火光之后呢，马上呢就出现浓烟了，而且这建筑里头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民众哦。所以这个遇袭的阴影啊，很多人就说，想起来什么呢？很像是911的恐攻事件哦。有时就说以国可能会将全面入侵加萨。那可是这件事情啊，好像说，感觉到很突然嘛，就连以色列哦，这个震惊到后面只有10个小时，因为纳塔雅胡还在联合国发表了一场自吹自擂的演讲，宣布要建立以色列啊和他的阿拉伯伙伴为中心啊、新中东啊等等的，结果他完全忽略了说后面有巴勒斯坦人。在突袭发生之后呢 ，BBC 的安全事务特派员呢就询问以国情报的部门拥有庞大资源，为什么没有预见可能会有这样的袭击发生呢？那加德纳就指出说，以国的官员的反应啊是，
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发生，等于说总结下来犯了2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是情报部门呢这个致命的疏漏，另外就是呢以色列的军队似乎也反应是太迟钝了。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显见出来说拜登在中东的战略受挫呢？因为就有分析认为说，为什么会爆发这一次的冲突，主要就是美国近日推动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所以引起巴勒斯坦的不满。那么拜登呢曾经就说，美国会对以色列来强力的支持，也会有军事的援助，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以国呢有权保卫自己和人民。另外是参与中东和平谈判的一个前美国官员就说，目前对拜登来讲真的也别无选择，他只能大力的支持纳坦雅胡。只是说这件事情也代表说呢，这个哈马斯的奇袭是以色列他要阻止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影响美国想要促成的以沙建交伊朗呢可能会从中获利。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延伸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表态呢，如果以色列邻国的穆斯林国家给他们通行权，他们会征服耶路撒冷目前阿富汗外交部也已经联系了伊朗和约旦了，所以等于说这会不会持续扩大，变成所谓的中东大战呢？可是民众真的还是最无辜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段画面呢，是小女孩她就泪崩了。يعني على اساس انهم هدوا الدار يعني راح نخاف كتير واو يعني هدوا الدار راح نخاف كتير راح نخاف راح ينقلع اول ما اجينا من المدرسه لقينا الجرافات باب الدار قاعدين بيهدوها ولقينا كل الناس على باب الدار بس رايحين نطلع من القدس لأن هم قوات احتلال عمالهم بيطلعونا من دارنا عمالهم بيطلعونا من القدس عمالهم بيطلعونا من فلسطين نروح بس نبص رجلهم لا والله فشلت عينهم كمان。好，这小女孩为什么情绪那么激动呢？因为当然就是她之前呢就类诉说她的家被这个以色列人呢用这个拆掉房子，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图上也很明显，从1946到2010年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控制土地的这个变化图可以显现出来说，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正在逐渐的缩小谢大使怎么看说这件事情，中东会不会真的变成要大战的危机？这一次是非常危险因为加萨走廊其实它已经就是巴勒斯坦人被压挤到一块非常小的地方了。它现在主要有2块地方，一个就是加萨走廊，一个就是约旦河西岸可是加萨走廊大概比台北市大一点点，就是我看了只有365平方公里它住了250万人。那这个就是这250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巴勒斯坦人。那他过去因为以色列不断的扩张以后，很多巴勒斯坦人就被都挤到这个很狭小的一块这个加萨走廊。那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现在分2块，一个是这个在约旦河西岸，一个就是加萨走廊，在临着地中海，下面是这个跟这个埃及的西奈半岛接壤，可是非常小一块。那今天报纸上他们访问加萨走廊的一些居民，他说他们的生活就像在监狱里面一样。为什么？他们不太能够随时活动，他就被限制在这块上。那这块地方现在以色列的这个理论的话，它应该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只是他把它划归这个巴勒斯坦人。那这里面住了250万人口，过去就是有一个比较，现在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里面有2大派，一派叫法塔，现在是比较掌权的，另外一派就是这一次发动攻击的所谓哈马斯。哈马斯它的基地就是在加萨走廊这一块狭窄的这一块，那他们是这一次从这个加萨走廊在外面从里面对以色列的城市射了大概3000枚飞弹。那么另外一个让以色列非常措手不及的就是哈马斯通过这个铁丝网的边界，以色列都用铁丝网把它拦在外面冲进来以后大概有4-5个在以色列所谓的南部的城镇里面发动攻击，直接进入以色列的城镇，这个是让以色列非常非常震惊的，而且是突袭。那么晚上的时候，这个火箭就开始攻击
一拂晓，这个好，结果很多哈马斯的这个突击队都已经进入到以色列南部的城镇，在城镇里面开火，然后抓人，然后还有一个军营被攻破，所以这个军营也被攻破以后啊，就变成这个好，现在以色列跟国际社会都说，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它这个摩萨德是世界3大情报机构啊，一个是 CIA， 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报机构，再接下来就是摩萨德啊，全世界他们这个非常情报工作非常好，怎么搞的完全都不知道。而且呢，因为这个我刚刚讲加萨走廊非常的狭隘，它在这个过去当中，以色列是看得死死的，怎么会有3000发的这个火箭弹打出来？第一个他们就很，第二个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直接进入到以色列南方的大概5个城镇里面直接攻击，那怎么事先完全都一点情报都没有？所以就是说，以色列现在内部也很多都在检讨。不过这件事就变成，刚刚我看报道也说，以色列可能全面进攻这个加萨走廊。我想就是一个台北市大小住了250万的地方，以色列部队要进去。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那栋大楼是在加萨走廊里面这个是属于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建筑啊，它是用空袭的把它炸掉。那里面是一个民宅，死伤惨重。那可是以色列现在考虑是不是要军队打进去，打到加萨走廊去怎么样？一方面报复，第二个怎么样？救他们的人质。因为以色列到现在可能死伤大概是200多人，然后呢，可能被这个当作人质的也可能有50到100人。所以现在就是说要不要进去救？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加萨走廊地狭人稠，里面都是什么防御工事。以色列部队进去以后那可能不是那么好打的，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城镇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防部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所谓防御纵深，所有的建物都是什么防御工事。所以这场战争如果要打起来的话，那会非常的惨烈。厉将军怎么看说这以色列的反应是不是真的太慢了一些？纽约时报说这个以色列会攻进加萨走廊，我这边跟你讲，绝对不会，他不敢进去，就跟加萨斯刚刚讲一样，你进去里面就是承认战。加萨走廊就是如刚刚介大使所介绍的，就是其实巴勒斯坦大概分2边，一边在约旦河西岸那些住在那边，那他们来讲比较温和派。为什么比较温和？因为他接近的是约旦嘛，那他们都是穆斯林的这种宗教信仰。对他们比较好，所以他们生活来讲比较没有问题。加沙走廊其实很可怜，它只有10乘40平方公里，这么长的一块土地。然后其实不是拉铁丝网，以色列是把围墙盖起来，它另外一边是地中海，只能限制它到6海里之内去捕鱼。然后你知道它国民所得多少？你知道1年合台币55000块。你说这么贫穷的地方是谁造出来？它整个医院所有的医疗诊所，包括小诊所，只有40几间，然后要200多万人在那边生活。然后你知道这200多万人里面，你知道都几岁？它的人口很奇怪，它的人口大概都是40%，只不到15岁。也就是说，它这些人口成长得非常快，就一直不停的生。那老了以后，他又没办法看病，就是一旦生病他就死亡。然后年轻人有44是在失业的状态。他这边生活上面食物来源只有靠联合国来救助，所以这边的年轻人根本就看不到希望。所以我跟你讲，你进去这种地方作战到最后它是宗教加仇恨，这个血腥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因为你限制我在这边，他根本就是不叫做不怕死，他根本就不知死，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所以说你一旦以色列攻进去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不但有这些年轻人，我就跟你拼到底了。而且是属于城镇战。另外是最可怕的，还有一个是这黎巴嫩的真主党会支持这些加沙走廊的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民众。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武器可以覆盖全以色列全境，然后再加上伊朗现在已经在第一时间已经表明了他支持这个以色列，支持加沙走廊这个巴勒斯坦人民。我觉得我们台湾经常收到很多资讯，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然后用的名词都觉得好像这个巴勒斯坦没怎么样，可是你要知道，事实上就是犹太人去欺凌人家巴勒斯坦人嘛。
对不对？你离开这片土地已经1、2千年了，你现在突然回来说这片土地是我的，然后这个欧美这些国家，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把持了他们经济的主要的经脉，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不敢去得罪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用的名词，我只讲一个，譬如说屯垦区。所以什么叫屯垦区？就是你霸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嘛，然后他把那美其名叫做屯垦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只是刚开始，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更血腥、更残酷，所以中东大战有可能因此而爆发。只是这个突然会爆发，是不是也被指出是因为拜登想要促成以沙建交？这代表美国战略的失败吗？因为很简单，拜登为什么要促成以沙建交？是因为他发现中国大陆在中东屡屡得手，因为他也促成了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和平，然后他发觉整个中东的势力好像慢慢倒向中国大陆，那他开始想说，不如我来策动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和解，然后一方面重新让美国提升他自己的威望，另外一方面也是破坏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布局。可是他想得很美，但做的却并不怎么样。那哈马斯他们这边也是担心说，你如果连沙烏地阿拉伯这个中东大国都去跟以色列建交的话，以后这一些回教国家大概就更不理巴勒斯坦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一定要赶快引起注意。但是我觉得很不可解的就是，以哈马斯他要聚集到几千枚的火箭弹，这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然后摩萨德在事前完全没有知道任何征兆，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因为摩萨德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情报机构，他往往他能够拿到的情报比美国人都还厉害。那我就觉得美国人也不用去嘲笑以色列人，你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你也笑变无为，对你也没有预测到哈马斯会采取这样的状况。何况现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参战，他现在也对以色列边境发动攻击，那以色列也做出反击啊。那以色列自己本身要仔细的、谨慎的去布局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稍有失当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中东回教世界对他的反扑。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更不要说大概以现在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沙烏地阿拉伯也不太可能会选择跟他建交，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也不可能冒着得罪整个回教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去跟以色列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现在的局面其实是蛮困难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布局又一次落空。这恐怕就是担心会变成是中东的大战危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是这个印加哦，针对刚刚我们有提到以色列的事情哦，他们呢就表态说会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哦。结果呢，分别哦两国的网友非常生气，印度的网友就说莫迪是不是看错了，把巴勒斯坦看成了巴基斯坦？那么加拿大的网友也说，今天是讨厌成为加拿大人的一天，怎么从来不帮助每天遭受袭击和谋杀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呢？好，我们现在就看到哦，其实呢，由于和印度的关系紧张哦，在之前加拿大呢才把驻点在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些低阶外交人员都调走了。结果现在呢，是不是也认了呢？因为呢，加拿大的参议院议长将要出席在新德里所举行的这个会议哦。那现在就说这时间呢是14月13到14，有专家就认为这个代表加拿大姿态放软的一个动作。也确实，因为呢很现实的嘛，这理想骨感，但是实际是非常现实的。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哦，你看到呢，目前有400多家的加拿大公司，他们是在印度开展业务，两国双边贸易额就达到50亿的美元。尤其印度是加拿大最大市场，少了印度，很多豆类啊、豌豆啊、扁豆啊这些可能就无处可去了。那当然呢，也有民调就显示说，尽管发生了尼加尔事件哦，但是加拿大人呢还是非常青睐印加两国的牢固关系。所以刚刚之前讲到这个大家有点不开心的状况，是不是也让呢这个加拿大人呢就说，有59%的人应该要认为持续维持，可是呢对于这个杜鲁道呢他们的信心就下滑了。所以呢说，如果真的需要投票的话，自由党啊可能只剩下90席，一口气就减少了70席，甚至有人就大三说，你看芬兰的前总理呢
都可以去跟美国娱乐公司签约拍戏了，然后就酸说杜鲁道还是干脆下台跟进加入好了。可是呢，杜鲁道现在不只是可能民众对他有一些怨言，再来就是呢，美国不甩他，加拿大就跟这个苏纳克英国的来抱怨说印度的事情结果呢，苏纳克怎么说？他们就说，我们重申英国尊重法治的立场，同意和杜鲁道保持联系，可是只字未提谴责印度这件事情。那专家就点出症结点啦，说你搞错对象了吧？苏纳克和他老婆都是印度裔他自己还保留印度名怎么可能跟着杜鲁道一起来骂印度呢？不过美国在背后呢，是不是他有自己的考量呢？因为呢，就担心说这个锡克教活动人士被杀的事情争执下去可能会颠覆他们对抗中国的策略。所以呢，你看到印度呢，第一件事情是参与谋杀的指控得到了五眼联盟情报的支持，可是杜鲁道呢却不敢公布这个情报资料，背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美国施压的？再来是美国也持续扩大和印度的合作，包含一些呢比较关键的技术部分呢，像是超级计算半导体等等高科技领域呢，说是要扩大合作，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的技术崛起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这个印加同声挺以色列，可是就被自己国家人酸爆。对，加拿大因为它是美国的这个怎么讲呢？美国的小弟嘛，所以在国际问题上，加拿大是跟着美国走的，绝对没错。美国挺以色列，加拿大就挺以色列；美国不挺以色列，加拿大不会挺以色列。所以这个是加拿大支持以色列最主要原因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莫迪，你知道他印度现在境内可能还有将近2亿的回教徒。印度虽然是印度教为主体的，可是他们国内还是有很多的回教族群在各个省里面散居的。那莫迪是印度教基本教义派，他本身几乎已经是教士了，他这个过着像教士一般的生活。那他对于过去在处理印度教跟回教的在印度的冲突的时候尤其他在当省长的时候曾经基本上是接近是迫害印度教徒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美国禁止莫迪入境美国一共10年，就是认为他有怎么样迫害其他非这个印度人，可是非印度教的这些，尤其是穆斯林，尤其是这些回教徒。所以呢，他当总统的话，他当然是你修理这些回教徒的事情我看他大概就是说他当然选择修理回教徒的这一边所以他也支持以色列所以这个是大的背景是这样。不过现在这个杜鲁道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很白目的人。他上一次在这个去年的这个 G20 的峰会里面去那个时候单挑习近平，结果也搞得怎么样？搞得自己灰头土脸因为他一直说中国大陆干涉加拿大的选举，去干涉加拿大的内政。结果后来呢，人家加拿大记者访问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他说我看报的，我看报纸上报道的。然后人家说我们情报局有一份资料给你加拿大的情报，结果他说我没看，他说我就是看报。人家就想说你看报就跑去跟人家说，其实就跟抗议了，这个有一点看报治国实在是有点离谱。那他这一次去单挑莫迪，他又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次现在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他们是反对党，都群起而攻之。他说这么重大的一个指责，这是一个怎么讲刑事杀人犯，这个是应该由怎么讲由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来处理的如果说你有证据的话，那你就应该怎么样进入司法程序就调查了。为什么没有司法完全没有动？你行政部门你就开始已经怎么样？你就已经3审判决定验了你就是说就是印度人干的，然后就出来怎么样，在国会里面就公开讲。所以呢，加拿大的反对党一直跟杜鲁道讲说，请问一下你证据有没有你拿证据出来看。然后呢，如果真有证据的话，你就请司法体系呢
就开始怎么样审理啦，就开始调查案子啊，最后有罪无罪。你知道西方的法律体系是无罪推定啊，不是有罪推定啊。你在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前，任何人都是无辜的，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所以这一次啊，杜鲁道真的是啊，他的白目哈又更上一层楼，让世界各国哈看到加拿大有这么白目的总理哈，大家都瞠目结舌啊。来，厉将军，我们应该以为说这个莫迪只是一个跟老胡迪一样，就在这个利用自己现在印度美国跟北约国家想要抗中的这种方式，然后美国必须要利用它在两边取巧，两边讨好。然后俄乌战争，他也从苏俄那边买到便宜的油，原来只是认为他是一个老狐狸，事实上他不但是老狐狸，他还非常狠毒，因为他就把这个锡克教足迹运动的加拿大籍的这个公民派人去把他暗杀掉了，所以他不但是非常的这个老狐狸，而且还狠毒，他敢去干这种事情，他是吃尽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出来，这个莫迪现在就吃尽美国跟西方国家必须要依赖他。那这个杜鲁道讲起来，就像习近平所讲的，对他评语一样，就是太天真了。你看现在搞得他本来，你想想看，如果说杜鲁道来讲的话，现在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应该支持他，为什么？因为你印度啊，派一个人去暗杀掉加拿大的公民，虽然说这个锡克教教徒他是分离主义的一个领袖，可是他国籍是加拿大国籍，你等于加拿大的公民被印度的这种法律派人去把你处决掉了，所以狠狠的打脸了加拿大一巴掌。是可忍孰不可忍。对，那对杜鲁道来讲的话，其实这是非常这个丢脸的一件事情，因为等于羞辱他国家的主权，所以他必须要抗议，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另外，锡克教教徒在加拿大也有2%，不但有这些人，他需要他选票，而且这些人也都是有钱人，都是非常有钱人。可是现在问题是说，这个世界局势是很现实的，就美国现在要拉拢印度，对不对？西方国家也要拉拢印度，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加拿大自己本身的这些农民、这些农产品也必须要输出到印度。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杜鲁道这个哪壶不开，你去掀哪壶，你去把这壶掀开来了。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今年6月份就已经发生了。那经过这段时间的酝酿，对不对？你这时候在这个会议上面你就把这个壶掀开来，美国也不挺你，对不对？然后这个西方那些欧洲国家也不挺你，你杜鲁道你自己国民也不挺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正如习近平对杜鲁道的评语就是太天真了，想法太天真了，就刚刚讲的看报治国，看这些资料你就来处理这事情，没有深思熟虑。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莫迪他的这种老谋深算也看得出来，他就吃尽你美方这些国家必须要靠印度来对抗中国，他就吃尽你美国必须要依赖我。不过现在那个加拿大人气到要这杜鲁道去演戏，彬哥。杜鲁道其实我看他的位置是岌岌可危，是非常危险，因为他过去是以外表好像长得不错，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像政治金童一样。可是我觉得他的蜜月期已经差不多过完，也够久了。现在大家慢慢看得出来，原来他不是政治金童，而是政治屁孩。因为他很多事情，太多白目，对他很多事情就完全没有按照基本的道理。你明明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就是在积极争取印度的合作，因为他要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印太架构之下，然后来做对中国进行围堵。那大环境是这样的时候，你除非你一开始就打算要跟印度翻脸，不然的话，你去做这种指责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指责完之后，自己又不敢公布证据，那请问一下，你做这个指责到底要干什么？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帮自己找难堪嘛。所以现在你看，印度对上加拿大之后，结果杜鲁道只能吞啊，就默默把自己的外交官调走啊，因为避免冲突啊，只能做这件事情啊。那就表示你对你的国内你也很难交代嘛，因为显然你也做不到你当初所宣称的这些伸张正义啊这些东西你也做不出来。然后更白目的就是还跑去找苏纳克抱怨，你忘记了吗？连美国都没有正面支持你哦。那你觉得英国会支持你？我们先不要看苏纳克是不是印度人，美国都不讲话，英国怎么可能帮你讲话？你觉得英国人有毛病吗？所以他当然就跟你打个哈哈嘛，就跟你随便太极拳打一打就算了。更何况苏纳克自己是印度人，你看不出来啊？他可能真的没看出来。对啊，你跟他讲话，所以你都看不见他是印度人吗？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笑话一则，就到处去讨拍，结果人家根本连拍都懒得拍你，也一样叫你吞下去。所以我。看看，难道我们真的要打仗不可吗？今天在清晨拂晓时刻6点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战事。以巴战事，中东火药库其实零星小规模的战争其实从来没有停过，但是想不到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以巴正式开战了。其中哈马斯这个所谓的反抗军这个组织，它以5000火箭直接突袭巴基斯坦战火，直接轰炸到了当地。看看现场的画面，这个轰炸当然也有这个防御系统的反飞弹系统，立刻想要加以反击，所以5000发很密集的直接炸往了以色列。那么多少的民众在当中家园被毁坏，这是10月7号巴基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干的事情。5000个火箭直接突袭以色列，而且同时还有呢，除了这个火箭之外，同时还有各种的枪手已经早就渗透到以色列内部去杀害平民、俘虏官兵、占领军事基地，甚至是外国的游客，现在都在当中不管被俘虏或杀害这次突袭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真的吓坏了，心理冲击被形容堪比911。那么华邮的报道是说，以色列人对冲突本来是习以为常的，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一天，因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哈马斯成立在1980年代是反巴勒斯坦政府的解放组织，但是呢，他不认同以色列，长期就是有哈马斯6000枚火箭是预估在过去耶路撒冷邮报的，但是这次冲突造成了至少480人死亡，现在还一直在攀升当中。我看到有些新的数字700多人等等的，这个数字当然战事底下没有人还可以有空仔细清查，但持续还在两国开战当中。以巴冲突扩大之后，以色列启动了所谓的铁剑行动，要报复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直接公开的讲，这已经是战争了，我要把加萨夷为平地，我发誓要毁了这些好战组织。加萨走廊再度平静，国际上面的战事已经有俄乌进行当中，又来了以色列跟巴基斯坦这所谓的哈马斯的战争。但哈马斯向阿拉伯国家喊话是说跟以色列建交没有办法提供保护，所以呢，各国的反应是什么呢？包括了阿拉伯哈马斯领袖他说，阿拉伯兄弟，你看到了吗？以色列没有办法提供你们保护，那多国都加以谴责，其中谴责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警告过要以剥夺巴基斯坦人的合法权利，一再对圣地各种冲突挑衅之下，现在应该停止冲突啦。卡达也是说以色列要，不过卡达说法是以色列应该独自对巴勒斯坦人民之间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负责吗？科威特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以色列耶，他现在是被攻击，公然攻击跟挑衅。那么当然，谴责所谓伊朗这边背后使力让哈马斯去攻击的这样的力量国家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中东国家反过来反其道而行，甚至伊朗还称袭击以色列是巴基斯坦人的自卫，国会甚至一片欢声鼓舞。来看看这段画面。伊朗到底参与多少？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从这样的氛围来看，反美还有反以色列是伊朗的立场没有错，但参与多深？当然各界都还说，美联社、法新社都说现在还为时过早，很难判断。但是呢，大家担心的是这个战事里头有个重要的讯号，让大家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攻击，摩萨德包括这个前局长都不知道，就是摩萨德怎么会不知道？还有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失灵之外 ，CIA 就是相关的情报系统，通通都不知道，就突然默默的就攻击了起来。他说，过去以前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任何的警告，我们甚至不知道哈马斯有这么多火箭，所以这一次完全攻的以色列措手不及。那跟美国为什么错过了哈马斯计划？记得吗？俄乌战争要打之前，哇，各种警告、各种情报说快打了，快打了，可能要打了。但是这次 CIA 局长伯恩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本来要去参加乔治亚州的演讲，突然临时取消，赶去跟拜登报告状况，告诉什么？
告诉大家什么？表示他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发生，情报系统失灵啊！美国官员直接攻击什么？攻击谁？攻击以色列啊！就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情况会发生的话，应该没有要跟美国讲啊！你没有跟美国讲，所以你自己要负全责哦。那美国现在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又要参与到多少？真的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中美在中东的话语权这件事情，在各种的外交斡旋里头呢，现在是以巴冲突再起之后会怎么发展？因为才刚刚发生，大家还要观察。但是呢，要夺回话语权，看起来中国方面做了一个动作，这个是外交部公布，他建立巴勒斯坦国是根本的出路，平息以巴冲突必须要落实两国方案，要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来应对巴勒斯坦国，来让这个议题有可能平息，甚至这个时候结束了8天之后，才公布一个大陆、阿富汗、巴基斯坦3方的会议，再告诉大家什么呢？表示他在中东这里有一些影响力，有盟友可以掌握讯息吗 ？CIA 或者是摩萨德这里掌握不了的讯息，难道中方可以有办法掌握吗？而这场战争真的引起世界震撼，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也没有人知道。亮哥，那个两国方案，俄罗斯也是这样主张啊。不过那个主要是约旦河西岸嘛，然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东耶路撒冷，让巴勒斯坦当作首都了。这个跟加萨走廊不一样，因为这次发生事情是在加萨走廊，没错，因为加萨走廊事实上已经被哈马斯占领很久了。那因为他们就跟埃及在做私底下的通道嘛，所以以色列就设立了很多关卡，非常严格啦，所以常常有冲突啊。那这次令我最意外的，当然就是事先竟然都不知道，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啊。重要的讯号。那事实上，10月6号是赎罪日，1973年，50周年，50周年，那又来一次哦。赎罪日战争事实上就是以色列被突袭了啊，那这次又来一次哦。我有看到画面啊，事实上有很多飞弹都是从民宅打出去的，不是飞弹啦，火箭炮啦，所以它非常的分散。所以以色列可能很难去讲说是哈马斯哪一个军事基地对我进行火箭炮的攻击，它几乎是到处，我就看到民宅也有人把它射出来这样子哈。那然后它有大量的人渗透到以色列的内部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被绑架嘛，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人质啊。那当然也看到很多民宅啦、居民被随意打死啊，事实上非常残酷了。这件事情很难善了啦。那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巴勒斯坦应该有一些激进派，他们不愿意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正常化，甚至建交啊。正常化，那他们因为本来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逊尼派的嘛，他担心沙烏地阿拉伯就不理他们了啦，就不管他们了啊，所以他要阻止。因为这个进程正在进行当中啊，那沙烏地阿拉伯就说他会帮巴勒斯坦人谈建国的问题，那可是激进派不相信嘛，所以他就闹一个事情来阻止啊。那因为本来哈马斯背后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那这个是什叶派的，然后真主党的背后就是伊朗，所以你才会看到伊朗高兴成那个样子，那个是累积很久的仇恨了啦。现在就担心说以色列可能会去攻击真主党在黎巴嫩周边的基地啊，那就会导致伊朗介入，那这样就不可收拾了。这个就是中东大战了哈。而且，可是以色列自己要想清楚啊，因为现在的阿拉伯国家手上的武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他们已经有蛮多的一些先进的武器了。那以色列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这样。舰长怎么看这场战争刚刚开打，接下来的发展？例如其他国家会不会介入？大家担心伊朗吗？担心美国啊？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哦，比最近看到这个前建国道这些弊案哦还要惊讶。为什么？那些新闻都是过去都有的，但是今天这一件发生的战争，是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的，完全无预警。不是无预警，而是一个弱国敢打一个强国，而且一出手就这么的重，他出手很重哦，很重。你要知道，以色列的这种报复能力是非常强的。今天如果我是哈马斯的领袖，我一定在想说，第一个，
我就算要宣示一下，我打你好了，意思一下就好。他几乎全面在打。你知道以色列多强？以色列背后是谁？美国。他几乎在找死。我不想他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立刻上网找一些专家的，看看谁能够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曾经驻以色列的大使，还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的一个张良任，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分析啊，我把他的这个文章分析的5个理由跟大家报告一下。他说一开始就是以色列退出加沙走廊哦，是16年前，那时候哈马斯就取得的这个加沙走廊的选举，也是一个选举。选举完毕之后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变化，大概出现了5个他们现在认为觉得危机。第一个就是年轻的人非常好战，他觉得年轻人又有选票，你为什么不敢打？所以他们要有那种求战的这个意志，他要安抚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也要选举，其实他也要选举。第二个呢，以色列前一阵子在进行司法改革，造成以色列的内部很大的一个纷乱啊什么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们这个内部在动乱。第3个就是以色列的极右派内阁啊，去年12月上任，然后他们因为太极右了，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侮辱了耶路撒冷清真寺，引起他们的愤怒。然后第4个，让他们师出有名了吗？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在美国的主导下试图建交。那这个试图建交意思就是我，因为他觉得阿拉伯背叛我们了。那我怎么样阻止呢？我先把你打一顿，打以色列，我试图破坏你跟阿拉伯的这个建交。那第5个就是巴勒斯坦的总统啊，已经当了18年了，现在87岁还是总统，毫无建树。他们想要靠这一次取而代之，就由我们来这个接这个巴勒斯坦总统。那加沙走廊啊，就是他们现在在的地方啊，是台北的人口大概0.9，面积1.3。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密度非常非常的大，那是一个高密度的地区。这个以色列全面报复会很惨。左教授，因为大家在看的是说事先完全没有讯息，也没有情资，然后连美国都没有办法掌握到底发生什么事。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要检讨以色列整个他的这个情报体系，以及甚至他的这个防卫体系，因为其实他这个过去常常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重，所以他过去其实就有这种围堵墙，去避免他的这个不管是飞弹也好，或者军事攻击也好，但这一次这些居然都被突破了，甚至造成有不少人被俘虏的这种情况，包括以色列的一个少将，所以当然这个是现在检讨的重点。不过我觉得值得观察的反而是这件事情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因为现在川普已经出来抨击这拜登在这个对以色列的支持太过软弱，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拜登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尝试要跟伊朗谈判，对然后他把这个一笔扣住伊朗的这个款项还给了伊朗，然后释放了这个伊朗释放了5个美国人。所以这个本来会被认为说是下一步，伊朗跟美国可以就这个过去所签订的这个核武协议呢，能够重新启动的很重要的第一步。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大概很难以再推进啊，因为美国国内一定会有很强烈的批判声浪。第二个就是拜登跟纳坦雅胡的关系，因为拜登其实跟纳坦雅胡是处得非常不好的，尤其是民主党内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啊，比较或者说是进步色彩的人，他认为以色列过去对巴勒斯坦人太过残酷，以色列人过去在这所谓的占领区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屯垦行动呢，已经影响到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益啊。就像刚才建阳讲，因为他们的密度本来就已经很高，你要继续屯垦的话，当然就会导致他们的不满啊。那再加上司法改革，所以拜登原来是希望这个准备要让这个纳坦雅胡，希望他要能够知所进退。那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么强烈的这么重大的一个伤亡底下，当然大家就会有一个共同点，要加强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嘛。那以色列要对他们采取报复，变成大家也都会去容忍这件事情，甚至以色列会被重新夺回加沙走廊或者说在它的周边上开创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缓冲区。那我觉得这个都变成是美国在国际上它要面临的一个很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事情就会影响到沙烏地阿拉伯愿不愿意继续支持美国，拜登要拿出什么样的立场，而这个就会对于美国这个国内的竞争，川普跟拜登的这个竞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川普曾经把这个就是支持以色列把他首都迁到耶路撒冷嘛。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也是一个他比较难接受的事情。美国。后续到底会对以巴战争参与到什么程度？现在外界都在看到底拜登的决策是什么。但看到美中这一块，本来啊，美方现在到底有没有办法应借这么多各方开战的状态？俄乌战争还没结束，以巴那本来全心要对抗的是谁呢？中国抗中的脚步。现在有好像拜登跟习近平要见面的这个情况之下。有一团访问团到达了中国上海，而且是第一次有美国的议员到中国去访问，其中3个共和党、3位民主党的议员。不过他们下飞机的时候，大家检验，被接待的规格怎么样呢？发现下机没有红毯，舷梯要自备，接机大部分是美国人，没有中国官员去接机或者是合照。所以现场在这种贵宾可以加专用的红旗轿车啦，这种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代表着这个中方对于这批议员来的态度嘛。美联社报道，他说如果相关会谈顺利，习近平很有可能会见舒默，就这次领团的议员，同时代表未来拜习会可能成行机会才会增加。但会谈真的顺利吗？舒默访问了中国去会晤的是谁呢？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那么他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公平对待美国公司，希望能够允许美企在中国可以自由竞争，能够向世界证明中美可以好好相处。而陈吉宁给的也是蛮正面的回应哦。他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有需要合作，但怎么合作？看起来这个是正面的吧？结果马上才刚下飞机，舒默又说哎呀，谴责中国的公司助长了芬太尼危机。芬太尼危机当然就是现在美国很严重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虽然他说不是中国政府干的，但是中国企业制造了很多芬多尼这种毒品芬太尼这样的毒品。大量的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他说是他们助长的，是毒害美国各地，所以是新时代的鸦片战争吗？而美国式的公平竞争是刚刚喊出来的公平竞争是什么？美国又同时另外一手又祭出了出口管制，黑名单42家里头，中国企业被列入了，而这45家的出口管制原因呢，就支援俄罗斯军事、国防工业等等的中国商务部当然立刻反击说，哎呀，这个是无理的打压啦。但是还有中兴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里头被列入多项黑名单，不过在美国的业务还是很红业绩甚至2022年直接在美国就贡献了他15亿美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0%。告诉大家是挡也挡不住吗？那还有华为，为了要阻挡它 RICSV 的各种技术的取得，现在突围美国还要再继续管制。但是技术上有一个专利又新曝光的是什么？华为的手机显微镜专利曝光，最高可以高达400倍，可以高达去分析菌种、落菌的种类跟数量，这也太夸张了。就是可以它的显微镜系统的镜头那各种的功能大家来观察跟指标。总之，它的技术有没有办法限制住镜头跟物体距离，只要保持5毫米就可以放大200到20到400倍。那所以华为跟中兴在各种对抗围堵底下，如何突破冲刺7奈米呢？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华盛顿智库的最新报告说的。哎呀，用盗版嘛，阴招嘛，空壳公司嘛，使用盗版美国的电子设计跟自动化软体，就可以继续取得美国零件，有这么简单吗？那难道人家没有自己研发的技术吗？看起来是比较酸了亮哥怎么看这批议员到中国去访问？我认为他们就是代表美国公司说话啦，比如说美光还有一些金融服务的公司在上海。他觉得随时都碰到反间谍法的红线嘛，所以就请美国议员来代为关说一下可是我认为收效甚微啦，我认为不会有结果啦那大家就是礼尚往来啦事实上，你现在看到的，你刚刚列了很多美国对中国大陆要收紧的动作除了那个42家中企因为跟俄罗斯军工有关。那是真的，其他事实上都是国会跟媒体的提案或者是放话那结果在台湾都被大做特做比如说你说那个 RISC-V
那个开源就是那个开放原始码的那个技术架构，这个是国会的意见啊，这个美国高科技界听了都快昏倒了，这个东西你也要管啊，那科技公司以后还有自由开放的沟通的环境吗？他们都是透过互联网在进行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架构啊。那结果你也要把它纳入出口管制，他们觉得这些国会议员是疯啊，不了解。那拜登也反对。到目前为止，美国商务部并不赞成哦。那你刚刚又讲到中芯的营收，对不起啊，中芯卖给美国的都是成熟制成的晶片，那这有什么？这没有违法啊，所以它当然有营收啊。那结果这一个《华尔街日报》还要来当做文章来写，这个就好比彭博点名台湾4家公司，那个只是设备商啊，做废水处理啊，他就说你不能够帮华为啊，所以台湾也不能够卖给华为便当，是不是？华为便当，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说你只要跟华为有关系，我通通都要扯上一点边，我都要点名啊，是，也不管你现有的法律是什么，这些台湾那4家公司完全不在半导体供应链上面啊，它是做环保的废水处理啦、无尘室啦，或者是厂商的一个建造，这跟现有的法律完全没有违背、华尔街这个也是啊，中芯现在赚的钱并没有违法啊，所以你们现在到底在干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拜登让他的国会啦，然后媒体不断的在释放这种讯息啊，然后你就动摇的话，那我讲白了啦，那习近平大概你就不用见了啦。何立峰到现在都还没去你以为何立峰是塑胶啊？那看到你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讯息，你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一下就国会，一下彭博，一下华尔街日报，那到底哪一个是政府的立场啊？就是你政府的立场要明确嘛。事实上，你如果再把 Raimondo 讲过的话再拿进来，他也在放话啊，说人工智能的晶片我们要进哦，那个海外的那个阿斯麦尔啦、日本啦，我们还要再扩大制裁哦。那反正就是他都一直在讲这一些讯息啦，那这样还见什么面啊？搞不好我跟你见完面，然后回家你就宣布了，是，那我他妈来这边被你拐的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矛盾讯息太多了啦，所以莫衷一是嘛。但拜登的头痛问题，光这些议员也还没有把预算真的解决啦，加上现在还有以巴战争，真的是不知道头痛到哪里去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世界头条消息都是俄乌战争之后，以巴又开战了。但美国现在态度当然很受关注之外，美国的议员现在是到中国去访问，接下来安排的是所谓的拜习会吗？我先讲一个题外话，因为我难得来这里嘛，今天讲到这些弊案，就是很多人是非常，现在国军很多人在骂海军哦，我们有些群主在对海军说的这个很难听的话，那我要特别说一下，猎雷舰呐，大家都认为是海军的超级弊案嘛。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很多人说猎雷舰那个倾覆这么小，台船这么大，你错了。他选择叫做出口许可，唯一拿到2个出口许可的就是载台跟战系的，是只有倾覆，台船一个都没有。所以就是倾覆是有外国人来合格帮他去做的，所以他才得标了。然后第二个我说，倾覆为什么最后变成他没有办法完工？因为他钱不够。如果当初我们对倾覆的态度跟今天对台船一样，我认为今天6艘船已经顺利造完，倾覆也没有倒。为什么你知道吧？第一个，台船为了造潜舰国造有79亿，海军全给。当初倾覆要造猎雷舰，他要23亿的厂房，海军1毛不给，所以这就是2个巨大的差异，好不好？他要先凑23亿，去想尽了办法盖这个造船厂。专造这个猎雷舰的造船厂，那个造船厂很特殊。然后第二个呢，他所有海军付给他的钱哦，他要压3笔，就我第一笔付给你，好比说25亿，第二笔21亿，第三笔15亿哦。他付到第3笔的时候，第一笔才真的给他哦，所以最后他就压到多少钱呢？这3笔加起来，再加上他的造船厂可能70-80亿，他赚不过来。最后秦富南那
陈庆南他一直在拜托的是什么事情，你知不知道？他一直想尽办法找小英说，我押3笔，对不对？你能不能让我只要押1笔，给我2笔？从头到尾，民进党没有救他，就是坚持3笔。后来这几笔钱整个都扣在一起，把他给拖倒了。那这个东西是庆父的财务管理不善，海军的整个过程为什么选他？那绝对是合格的，因为他就是有输出许可，没有输出许可一切免谈，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海军的所有的监督过程、评选过程都非常高，但大家觉得有问题，其实没有问题。之所以大家认为是弊案，就是庆父的财务赚不过来。而我刚刚也说了，刚刚那3个，如果我们海军对台船跟对庆父是一样的，庆父今天可能已经都造出来了。其实重点是在有没有办法公开检视嘛？因为到底有没有问题，大家只看到了厂商被起诉跟判刑，却看不到官方有任何的人被调查，内容出现的问题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过招，6位议员呢特别到了中国去访问，对于拜习会到底有没有帮助呢？左教授，首先我们看到这6位议员，当然其实有很强的这种商业动机啦，商业目标。因为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领衔的是2个人，一个是 Schumer， 一个是这个 Crapo。那这个 Crapo 呢，他是爱达荷州的议员，爱达荷州就是美光的这个总部所在，而这个 Schumer 他是纽约州选出来的，这个美光也在纽约有非常大的工厂。所以他们2个其实都跟美光有关，而美光现在是其实包括像这个雷蒙多到大陆去，也都最关心这个案子，所以大概非常清楚，他们就要谈的第一个案子是这个。当然，他们也谈到所谓的企业的经营环境，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在美国算是比较偏共和党言论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在大陆转载了，他有一则分析，他在大陆转载讲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看到说，这个制造业会流向印度啦，流向越南啦，其实最有可能去接收这些从大陆这个东南沿海释放出来的这种制造产能的，主要是大陆的内地省份。这些内地省份它的各项条件啦，它的这种基础设施各种环境，其实是更有竞争力。那这些其实都在隐约都在指涉一个同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美中是在经济上是可以互利的。所以你看，他们到了大陆去，他们讲了一段话，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们是反对所谓的 decouple 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哦。他们讲他们是反 decouple， 但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大陆媒体基本上完全不报